嘿，大家好，我是杰森。之前我的很多视频我都是带着各种各样的宠物，然后就有很多人都认为宠物是能够带来很大的提升的。宠物能够带来提升，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不然谁会花钱去买宠物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只宠物到底能够有多少的提升呢？没想过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通过测试来计算一下，到底每只宠物能够获得多少的提升。在竞速中，宠物一般都会有2个技能能够生效，一个是常驻的单期提速，一个是特殊性能提升。我们先来试一下单期提速的提升吧。这个测试我预计单次产生的提升会非常小，所以必须1/4速度慢放，保证至少每帧记录到 0.01 秒。但是因为训练场没有办法存下来录像来进行1/4速度慢放，所以呢，我选择了常规图中尽量接近于平地的一块区域来进行测试。测试方法呢，就是先测试出有宠和无宠同样从平跑最高速提升至氮气最高速所用的时间的差值，再通过模拟计算 CWW 中氮气的提速占比来估算出单次提速获得的提升。我们先来看一组 A 车的实验，我全程一共试了10组，5组 A 车，5组板车。板车的数据几乎和 A 车的数据百分比一致，但是其他的数据和我们常用的 A 车差距太多，所以我这边只选取了 A 车的数据。这是 A 车第3组的实验，我们先来看一下，全部都是以突破平跑最高速的时间以及到达氮气最高速的时间为标记。无宠的情况下提速用时 0.99 秒，逆天的情况下提速用时 0.96 秒，仙鹤提速用时 0.90 秒。在所有的5组数据中，无宠的浮动都在 0.98 秒到1秒之间，逆天的浮动都在 0.93 秒到 0.96 秒之间，仙鹤的浮动呢就在 0.92 秒到 0.90 秒之间。根据5组数据平均下来，逆天鹰会比无宠快 0.05 秒，仙鹤会比无宠快 0.08 秒。这是只开氮气的情况下，从基础速度提升至极限速度所带来的提升。但是我们一般开氮气的时候，至少都会做出 CW， 从而享受到小喷的提速。CW 和 CWW 的提速没有差距，所以我们就以更常用的 CWW 来计算吧。单次 CWW 从100提升到极速所用的时间大概在 1.15 秒左右，而小喷的提速普遍比氮气的提速要高很多，所以一般氮气的占比大概在 40% 左右。所以整个 CWW 的提速中，氮气的提速就可以理解为享受到了 0.46 秒的完全增益。接下来呢，就是简单的数学问题了。所以呢，我们拿出计算器，然后得知逆天 0.05 秒的增益在 0.46 秒中可以加速 0.023 秒，仙鹤 0.08 秒的增益可以在 0.46 秒中加速 0.0238 秒。在大部分地图中，算上氮气延续以及加速带什么的，1分钟大概会用到15到20次的氮气提速，所以1分钟加成 8.5% 的宠物，也就是 0.345 秒到 0.46 秒左右的增益。11.4 的宠物呢，就是 0.552 秒到 0.736 秒的增益。不过这些数据都是完全享受100到 CWW 最高速的情况下，正常的情况下是会比这个数据要低很多的。我推算真实跑图的情况下， 8.5 的宠物1分钟提升在 0.1 到 0.3 秒左右， 11.4 的宠物呢是在 0.2 到 0.4 秒左右。所以哪怕是2分钟的地图，宠物一技能带来的增益也是不足1秒的。这么说来，是不是跑得越慢，宠物的作用就越大啊？我之前总是不建议跑得不是那么快的朋友去先考虑买宠物，这好像是个错误的建议啊。不管了，我们来看另一个技能。首先就是最受欢迎的逆天鹰，它的这个特性可以分为2种。首先是触发后3秒内增加 1.8 的速度，我们就假设这个 1.8 的极速在触发内全部享受到了，每秒 1.8 公里每小时分摊到1分钟，就是每秒最高速都提升了 0.09 公里每小时。换算成时间，大概就是每秒的覆盖会快 0.012 秒。换算过程比较复杂，是按照地图的长度以及车速进行加减换算，也就是保持地图长度不变的情况下，来直接硬性的提高平均车速，然后以变快的时间为准。这个方式算出来的数字是会根据车速浮动的，并且浮动还比较大，可能会差距 0.1 到 0.3 秒左右。虽然我已经尽量按照实际情况来计算了，但是因为很多地图车速差距比较大，所以还是仅供参考。所以这边得出的数据就是大概每秒 1.8 的极速提升会快 0.012 秒左右。我们就按飞越多的地图来算，1分钟大概飞连续触发6次，最多也就这样了。这样的话每分钟大概能够提升 0.216 秒。然后另一个效果是自动集气，我这边也试了一下，我是按照这边在 CWW 最高速后通过3个格子的时间来算的，几次测试下来，在 CWW 最高速的情况下进行非极限卡气，
每次大概会损失 0.03 到 0.08 秒左右的时间。假设一局1分钟的地图，逆天鹰有效帮助集气4次，也就是 0.12 秒到 0.32 秒的提升。加上逆天鹰有时候会造成的氮气过剩可以提前出弯，所以可能还有 0.1 到 0.3 秒左右的提升。所以计算公式就是每分钟 0.1 到 0.3 秒的基础增益，加上每次逆天鹰帮助有效集气 0.03 秒到 0.08 秒，卡气速度越快，这个值就越小。然后再加上多余氮气给予的提前出弯增益 0.1 到 0.3 秒，再加上速度提升的 0.4 秒。所以逆天鹰在理想下的2分钟的飞跃图可以辅助集气8次的情况下，最完美的情况就是 0.3 乘以2加上 0.3 乘以2加上 0.3 加上 0.2 乘以2，也就是 1.9 秒的提升。不过2分钟的飞跃图真的是少得可怜，一般1分多钟的飞跃地图，像是齐名法兰西的这种，在卡气不是很强，但是能够完美利用多余氮气的情况下，能够带来1秒左右的提升。但是正常能够利用多余氮气的玩家，卡气是不会那么慢的。所以一般逆天鹰在法兰西带来的完全提升就是 0.7 到 0.9 秒左右。然后就是申公豹，30秒内氮气最高速提升 4.4 公里。我们依然按照全程完全享受这个效果，这样的话也就是每秒的增益多跑 0.0012 公里，30秒就是一共多跑了 0.037 公里，算出来大概也就是会快 0.3 秒左右。另一个效果，氮气提速 14%， 根据宠物一技能来计算，30秒也就是 0.2 秒左右的提升，所以一共提升就是每分钟 0.3 秒的基础提升，以及 0.2 加 0.3 的技能提升，也就是第一分钟 0.5 到 0.7 秒左右的提升，后续每分钟 0.3 秒。接下来就是雷震子，每4次使用氮气获得 8.5 秒的效果，1分钟大概会使用12次左右的氮气，也就是触发3次 25.5 秒的效果，最高速度加成是 5.5 公里，和申公豹同理依然浮动很大，同样的计算方式依然是快了 0.3 秒左右，并且还有一个特效小喷时长加1秒，这个比较难算，我们直接按照最大化多100公里的氮气延续来算吧，1秒就是多跑了 0.0028 公里，也就是大概一次快 0.024 秒吧。假设25秒的效果内，我们有效的使用氮气延续获得了多于5秒的氮气效果，也就是一共 0.1 秒左右的一个提升，全部加起来呢，在理想状态下就是 0.3 加 0.3 加 0.1， 每分钟 0.7 秒左右的提升。这样看来确实是一个续航很强的宠物啊。之前我把宠物分了几类，我当时说很不建议实战类的宠物，这边呢我也算了一下实战类的宠物，就说哮天犬吧，后追的极限速度应该是会快 17.8 公里每小时，提升 19% 就是 3.38 公里每小时。如果可以全程享受到的话，每分钟就是 0.5 秒，再加上一技能就是每分钟 0.8 秒左右的提升。可以说就算你全程被第一拉开了很大很大的距离，这个宠物呢也就只会比雷震子强那么一点点。算到这儿，我觉得我就没有必要再算下去了，每个宠物的提升算出来都是差不多的，我这边所有宠物的算法都是一样的，就算算法有问题，但是每个都这样算的话，差距也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得出的最终结论就是，在不考虑极限后追的正常情况下，宠物每分钟的影响就是 0.3 到 0.8 秒左右。我刚才大部分算的都是理想状态，所以才会是 0.7 0.8 秒左右，而实际情况下呢，可能只有申公豹才能在第一分钟保持 0.7 秒的这个提升。总结一下呢，就是短途用短途宠以及飞跃图用飞跃宠的情况下，1分钟可以带来 0.6 到 0.8 秒的提升，剩下的情况几乎都是每分钟 0.3 到 0.6 秒左右的提升。在现在这种大部分地图都是1分30秒的情况下，宠物能带来的提升也就是在1秒钟左右，不管什么宠物都是一样的。所以啊，在跑不到自己的极限之前，宠物的差距真的不是应该最先考虑的问题。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别忘了点赞、订阅、收藏，我是杰森，爱你们哟。